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奇怪的感觉，展开说说。就是我每天都在听中文，也在练习，甚至连刷碗的时候都挂着耳机。听起来确实很努力，但关键就在这里，我好像一点进步都没有。一点都没有。对，遇到真实场景，我还是像个木头一样，反应不过来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确定你是在练习吗？当然啊，我每天看3、4个中文视频，还买了各种听力教材。Mo，你得明白一件事，看视频不等于练习，那什么才叫练习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真相。大家好，我是善。大家好，我是 Mo。上一集我们讲了，你不是在听中文，你其实是在预测中文。而且我发现我经常预测错。对，预测错是正常的。但今天我们要讲一件事，一件比预测错更扎心、更残酷的事。什么事？你别吓我。事实是，你以为你在练习，其实你只是在消费中文。消费这个词听着很有意思。对，你像刷短视频、看电影一样，只是让中文的声音从你的耳朵里流过去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大脑其实并没有参与。可是我听到了啊，那些声音确实进到我脑子里了。进去了，但没有留下。你只是一个旁观者，而不是一个参与者。参与听力这种事，怎么参与？听力并不是耳朵的工作，它是大脑的工作。所谓参与，就是强迫你的大脑去处理、去加工、去重组这些信息。我还是不太明白，难道我听得不够多吗？我换个方式解释吧。你每天看很多中文博主的视频，对，甚至有些视频我能看3遍。但你看完之后，除了感觉我看过了，你的系统有任何变化吗？好像没有。那这就叫消费，不叫练习。所以，问题到底在哪里？问题在于，你在做一种假努力。假努力这个词太伤人了。虽然伤人，但很真实。你感觉自己花了很多时间，付出了很多精力，甚至觉得自己很感动。但你的大脑其实一直躲在舒适区里，它根本没有被真正的训练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听多了一定会好吗？听多了，只会让你熟悉声音，但不会让你掌握语言，因为你缺少了3种真正的训练方式。 3种是哪3种？记住，提高听力的关键不是增加更多的内容，而是改变训练的路径。第一种，也是最核心的一种，叫做输出触发。输出，这不是在练听力吗？为什么要练说？这就是误区。你听完一段内容之后，那不是结束，而应该是训练的开始。开始做什么？开始逼自己说。可是我不会说。那正好，为什么正好？因为只有当你感到说不出来的时候，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。我不太理解，这种挫败感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吗？它是最重要的部分。大多数人听完视频
觉得懂了，就直接关掉。这种感觉是虚假的。真正的学习是当你听完之后，尝试用自己的话把刚才的意思复述一遍。这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疯狂的卡住。对，我脑子里全是浆糊，感觉知道意思，但词儿全没了。那说明你的大脑正在被激活。当你卡住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饥饿感，它会疯狂寻找那个漏掉的词。那如果我说错了呢？错了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尤其是错，尤其是乱，尤其是那些卡在喉咙里的感觉。但我会觉得很受挫，感觉自己像个傻子。请记住，这种受挫感说明你的语言系统正在进行高强度的重组。没有输出触发的听力，永远只是表层的涂抹。第二种练习方式叫做限制训练。限制是限制我看的内容吗？对，但不只是内容，更是限制你的表达余地。你不需要练更多，反而要练得更精、更少。越少越好，这违背直觉呀。举个例子，听完一段5分钟的对话，我要求你只能用3句话总结它的核心内容。5分钟的内容压缩成3句话，这也太难了吧？3句话可能都不够用，对吧？对，我会想把所有的细节都讲出来。那为什么要限制你？因为在真实的现实场景中，语言系统是不会给你无限时间去反应的。我懂了。当我尝试解释很多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在脑子里慢悠悠的翻译。完全正确。你翻译的越慢，你的大脑就越依赖这种低效的模式。当你被限制只能说3句话时，你的大脑会被迫开启一种高负载模式。它必须瞬间过滤掉废话，抓住最重要的信息。对，这种能力叫做重组能力。所以，这不是在练速度，不只是速度，这是在练你的压缩能力，把复杂的背景变成简单的核心。当你能把5分钟的内容压缩成3句短语，下次你听别人的时候，你捕捉重点的速度也会快上10倍。第3种也是最关键，但被99%的人忽略的一步，是什么？回忆训练。回想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怎么做？重听一遍吗？绝对不要。听完一段内容，立刻停下来，关掉屏幕，摘掉耳机，不要重听，更不要去看字幕。可是我会忘掉啊！我如果不看字幕，我马上就忘了刚才讲了什么。别怕忘掉，忘掉正好说明了问题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刚才只是听过了它，但并没有记住它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大了。听过，只是声音震动了你的鼓膜；记住，是你的神经元建立了连接。那我要怎么练这种回忆？闭上眼睛，回想刚才的场景，不要强迫自己记起每一个字，那样太累了，也没有意义。那我要记什么？关键词，只要3个词，只要3个关键的信息点就可以。如果我连3个词都想不起来呢？那就说明刚才那5分钟，你根本没有在处理信息。天哪，
我以前经常就是这样，听完整段，脑子里空空如也。那就说明你刚才只是在消费，你只是在杀时间。真正的学习是要留得住，而不是听得过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。出在哪儿？我以前的努力其实是在逃避痛苦。说得对。我以为看视频、听录音就是学习，因为那样很舒服。对，听着熟悉的语调，看着精彩的画面，这种感觉很安全。甚至这种我正在学习的满足感，也是一种假象。这种感觉叫做流利错觉。你以为你懂了，实际上你只是熟悉了那个环境。而真正的学习其实是很不舒服的。没错，真正的练习会逼你停顿，逼你卡住，逼你推倒重来。所以，我以前总是讨厌那种卡住的感觉。以后不要讨厌它。拥抱卡住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当你卡住的时候，就是你的中文大脑正在生长的时候。原来如此。所以，总结一下，我不是学不会中文，对，不是你智力的问题。我只是一直在看中文，而没有在训练中文。完全正确。我以前做的那些练习，其实根本不叫练习。那只是输入，是原材料，没有加工的原材料，永远变不成你的肌肉。记住这一句话。你不是练得不够，而是练错了方式。这句话真的很扎心，但也真的救了我。别只顾着扎心，关键是下一次练习的时候，你敢不敢让自己不舒服？我敢。很好。那么，在下一个系列里，我们就不再讲这些大道理了。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会直接进入真实场景。真实场景，就是那种语速很快、没有字幕、背景嘈杂的场景吗？对，那我会彻底跟不上吧？会的，你一定会跟不上。那怎么办？只有当你开始跟不上的时候，你才会开始真正的听懂。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挑战。这不是挑战，这是进入真实中文世界的唯一大门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那么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顺便点个赞，没错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真实场景训练。下一集见。我这就去把刚才这段话试着用3句中文总结一下。记得，只要3句。